上辈子你说等你回来就娶我，可驻地危险，你亲口叫他妻子，那我算什么？7年护工换来一句你真懂事，重活一次，我终于明白了。婉宁，别碰我！律师吗？我要起诉，这笔账该算。男友沈燕成为员外医生后，我在国内等了他整整7年。再等等，结束这次援助，我就回国娶你。他说驻地条件艰苦，家属不能随行。最新消息，某地区局势紧张，当地居民正紧急撤离。沈医生，撤离是您最担心什么？她是我的妻子，这些年陪我吃了太多苦。原来家属并非不能随行，只是我不是他承认的家属。后来我郁郁而终。这是沈燕提交员外申请当天。等我回来。好，一路顺风。这一次我不等了。真乖。等手续办完，我送你去我妈那里。她最近腿疼，护工又不细心，你搬过去我也放心。我今晚值班，搬不了。你不是准备辞职了吗？不迟了。婉宁，你辞职照顾我妈，我每月把工资转给你，和上班没区别。省康复中心有个进修余额，我报名了。不行，进修至少1年，我走后我妈怎么办？请护工。婉宁，我申请员外是为了救人，你也是医务工作者，应该懂这份责任。我去救人，你替我守好家，好吗？你去办手续吧，阿姨那里我会安排。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为难。许晴第一次员外，问我申请表怎么填，她也去。护理组缺人，只是同事，你别多想。我没多想。别急，我现在过去。材料别动，等我检查。晚上去看我妈，她不见你睡不着。需要1名住家护工，照顾下肢瘫痪的老人，先签1个月，费用由他儿子承担。阿燕说你不肯搬过来，她去那么危险的地方，还不是给你们未来挣脸面？今晚早点来，把东屋收拾好。小晴明天要住2天，方便和阿燕准备材料。我不需要外人伺候，让她走。她有8年护理经验，比我专业。再专业能有你尽心？我把你当儿媳妇儿，才让你照顾。真当我是儿媳妇儿，就不会让我辞职，24小时伺候。我儿子养你这么多年，你照顾我不是应该的吗？毕业以后，我没拿过沈燕1分钱。你这3年的医药费、康复器械和营养品，有1半是我出的。一家人算这么清楚干什么？那就从今天开始算清楚。婉宁嫌我拖累她，随便找个人打发我。阿姨别难过，手续办完前我来照顾您。还是你懂事。可你马上要跟阿燕出国，我不能拖累你们。护工费我只垫1个月，之后你自己说。婉宁，出来谈。你最近到底怎么了？先是不肯辞职，现在又找护工。我妈身体不好，你非要在我出发前闹吗？我的事业就该给你的事业让路。我们以后会结婚，没必要分这么清。那就不结了，戒指还你。别说气话，我只是离开2年，不是不要你。你还戒指是想逼我放弃员外。我不要，先带着，等我回来我们就办婚礼。阿燕，阿姨胸闷，可能受刺激了。你先冷静，别再刺激我妈。沈医生今早送来的，说你家里有老人要照顾，自愿放弃选拔，末尾签着你的名字，这是你的意思吗？不是。方案为什么在他手里？这份方案适合驻地病人，我借来用了。连作者也一起借了。沈医生，这不是小事儿。核心框架是婉宁的，内容由我和许晴整理过，审核时间紧，先递交，之后再补联合署名。你问过我吗？我们之间需要计较这个？婉宁，
宁姐，是我怕通过审核才请阿燕帮忙，你介意的话，我现在删掉名字。材料已经归档，别动。许晴的护理组决额还没定，这份方案能给她加分。驻地危险，多一个熟悉的人，我也安心。你担心他，为什么拿我的成果替他铺路？他跟我一起去，本来就该互相照应。你留在国内有工作，还有我妈陪着，什么都不缺。方案撤回，我会向审核组申诉。别意气用事，突然撤回材料会影响整个医疗队。那是你该承担的后果。方案由我独立完成，未经允许更换作者，我会按规定追责。审核结束后，我一定解释。不用等，现在删掉你的名字。够了，你以前不是这样，你善解人意，不会为了一个决额不顾大局。那你当以前的我死了吧。方案可以重新署名，但你先撤销异议。审核明天截止。不撤。你非要毁掉他的机会？机会是他的吗？算我求你。原来那半天不是统一体检，而是他们俩去登记。正式介绍，最多介绍女朋友吧。你的妻子明天也会在场。几个月了？什么孩子？你怎么知道？那晚阿玉喝醉了，这是意外。登记也只是为了让我以家属身份随队。驻地条件差，我怀着孕需要照顾。他知道，他说会负责，但真正爱的人还是你，婉宁姐。你拥有他这么多年，就让我，好吗？谁发给你的？重要吗？婉宁，这只是权宜之计。驻地不允许孕妇随队，登记是为了紧急联系人，撤离安排方便。追逐结束后我们就离婚。孩子呢？你结了婚，有了孩子，却让我等你回来娶我。这是意外，我瞒着你是怕你胡思乱想。等孩子出生，我自然会处理。处理谁？孩子、许晴，还是我？沈燕医生，阿燕，大家都在等你。等仪式结束，我会解释清楚。别在这里闹，今天有采访，影响不好。这次还有一对新婚夫妻共同参加员外任务，他们舍小家为大家，值得敬佩。她不是沈医生的女朋友吗？别乱说，人家证都领了。那我算什么？等了7年的备选、护工，还是见不得光的第三者。阿燕、小晴，你们夫妻互相照顾，妈在国内。原来他也知道，只有我不知道。可能是站久了不舒服。一家3口平安归来。婉宁，你提交了什么？没什么，只是把你送我的7年一笔一笔要回来。你提交了什么？你很快会知道。婉宁，别闹！今天有媒体，有院领导，还有员外项目组，沈院要项目组程序责任。你现在发任何东西，都会影响整个医疗队。影响医疗队的是我吗？沈医生，院长请你回去合影。把邮件撤回去。撤不回。系统有撤回时限，现在还来得及。电视记者，陈震的许晴。
我说的是，我不撤。婉宁，你到底想要什么？署名、进修绝额，还有你伪造签名该承担的后果。方案可以补你名字，退出声明的事我也可以解释，说是误会。误会？我的名字被仿得一模一样，我的方案被改成许清的名字。你和他3天前领证，今天让我穿白裙子来当家属，哪一件是误会？婉宁，有什么事儿先内部沟通。今天场合特殊，别让外面看笑话。我刚才发了3封邮件，第1封声明我从未授权康复方案以他人署名使用；第2封提交沈医生伪造签名、擅改署名的证据；第3封回复省康复中心，我接受进修邀请。材料已经报到项目组了，突然否认授权，会影响明天出发。那是未经授权使用材料的人该承担的后果。在这里等我，婉宁，你先去我办公室，等仪式结束，我们坐下来谈。我明天按邮件要求带原始材料过来，今晚不谈私下和解。沈医生女朋友吗？人家妻子不是里面那个许护士，那他算什么？您的申诉材料已进入受理流程，请于明日9点前携带原始证据至医务科接受问询。林婉宁，你现在回来，把邮件撤回去，不要逼我在所有人面前难堪。姑娘，去哪儿？去城南出租屋。明早9点带全部原始材料。另外，许晴提交了一份你签过字的共同授权说明。原来他们不只拿走了我的7年，还想替我补上一句同意。吵架了？分手了。前方路口保持直行。原来亲密也能拿走一个人的边界。婉宁，你电脑密码还是生人吗？是。你写的东西真细，怪不得我妈恢复的那么好。林婉宁，你别以为闹到医院就了不起。阿燕原定明天要出发，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先把我的药送过来。你照顾我这么久，记录本也在我家，那是给我做的，当然是沈家的东西。你想拿去害阿燕，门儿都没有。他连求我臭素都没忘了让我继续照顾他妈。明早9点，我会带材料去医务科。至于沈阿姨的记录，请让家属依法保管。就是他，我女儿和沈医生证都领了，他还缠着不放，闹得孕妇1晚上没睡。你说，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结婚了？你还装什么受害者？麻烦让开，我来提交证据。林婉宁，你先看看这份共同授权说明。婉宁，这份授权说明是许晴今早提交的。他说2个月前你同意方案共同署名，只是后来因为感情问题反悔。我女儿怀着孕，还要被他逼成这样。原件呢？目前是复印件。没有原件，不能证明我签过。婉宁，你确实签过类似材料。那天我在你家借电脑，你还说方案能用于更多患者，你愿意支持医疗队。我支持医疗队，不等于支持你偷我的方案。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那你告诉我，授权书原件在哪儿？婉宁姐，原件在项目材料里。昨晚太急，我只找到复印件。我知道你现在恨我，可我没有想抢你的东西。阿叶说你同意共同使用，我才敢递交。那你为什么把署名改成你？署名问题我会解释，现在先处理授权。婉宁，外面已经有人拍视频了，你先别刺激孕妇。授权有争议，我们可以内部核查。内部核查多久？医疗队原定今天出发，项目今天归档，你们核查到什么时候，我的进修名额就悬到什么时候。
这里有原始文件、修改记录、患者数据来源、版本历史和外接设备记录，还有沈医生结婚、许平怀孕、方案改署名、伪造退出声明的时间线。涉及隐私的部分我已打码，完整版本可以交纪检和项目办封存。林婉宁，你非要把私事闹到材料里，是你们先把私事写进我的签名里。大家看看，就是这个女人，明知道我女儿才是沈医生妻子，还纠缠不休。我只问一句，沈医生是什么时候通知我他已经结婚的？昨天欢送会前，他还让我穿他送的白裙子来，说要正式介绍我。够了。不够，我要笔迹鉴定，我要调取这份授权书进入项目材料的时间，还要暂停使用我的方案。可出发已经被你闹得暂缓了，那是你们的事，不是我的责任。通知项目办，方案材料暂缓归档。婉宁姐，你真的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曾经也是沈医生的家属吗？没有证的人，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小三呢？你提醒的对。方案可以补你名字，退出声明的事，我也可以解释，说是误会，把邮件撤回去。刘主任，这段可以证明沈医生知道我不是无关闹事人员，也知道退出声明存在问题。你录音？从你伸手抢我手机开始录的，防人之心是你教我的。授权书复印件先留下，原件由项目办调取，笔迹鉴定需要走流程。我申请同步核查版本历史和打印日志。这份方案第3版，2个月前有外接设备复制记录，备注缩写是 SY Office， 时间正好对应授权书日期。如果信息科核对文件哈希和打印机记录，至少能缩小授权书制作、打印和进入项目材料的路径。阿叶那时候是帮我整理材料，不一定是这份。我说是这份了吗？这个需要信息科配合。可以，我只要求留痕，谁调取谁核验，核验了哪些资料都写进记录。我已经备份原始文件，我可以提交省康复中心和第三方鉴定。婉宁，你一定要把事情推到不可收拾吗？是谁先不可收拾？员外项目准备了多久？驻地有多少病人在等？只是一个署名，你非要让整个队伍停下来？只是一个署名，那为什么许晴飞？我不要了还不行吗？我退出护理组，你满意了吗？你还怀着孩子，凭什么让你退？该退的是他。许晴怀孕，医疗队知道吗？怀孕？护理组成员怀孕仍随队，不是一定不能去，但必须如实申报。健康证明、岗位风险告知、应急预案应该都有记录，也请一并核查。我不是质疑她怀孕，我是质疑你们把怀孕当成让我闭嘴的理由，却没有把它当成必须报备的风险。林婉宁，也牵扯无关的事。她以孕妇身份要求我让步时，就有关了。沈医生，许护士怀孕的事，项目组是否知情？让项目办和护理部负责人过来。笔迹鉴定结果出来前，我不同意方案继续使用。林医生，争议材料我已收到，3天内若无法证明署名无争议，进修局额将顺延。他们偷走我的东西用了2个月，我要拿回来，只挣3天。我们只能确认2个月前那条外接设备记录与院内设备缩写高度一致。文件是否进入沈医生办公室，是否打印，是否被修改，还要进一步调取内网打印日志和项目提交记录。婉宁，我们谈谈。没有必要。有，你现在把事情闹大，对你也没好处。进修中心不会喜欢一个带着纠纷过去的人。所以呢？我可以让许晴撤下署名，授权书的事就到此为止。我妈昨晚一夜没事，你别再刺激她。
沈燕，你每次说到最后还是你妈。她是病人，我是医生，不是你家的护工。原件暂未在项目办找到，许晴说可能夹在沈医生那边的材料袋里。那就查沈燕材料袋。他毕竟是领队，延期后的出发安排还压着。领队可以不查。林婉宁，周成，项目合规顾问，我只看材料完整性，替你判断私人纠纷。陈主任让我先看你的材料，时间有限，别把所有东西都倒给我。证据不是越多越好，是链条要闭合。你现在作者证明很强，接触证明有一半，伪造和受益需要补。授权书原件，还有身份证复印件来源、打印记录，谁交进项目材料，以及别让私人关系替代证据。你被伤害不等于对方违法，你要证明的是后者。我知道了。训练记录原件在哪儿？沈家。拿回来。它能证明方案不是临时拼凑，而是长期照护实践形成的。但记录本里涉及病情的部分，后续只能交给项目方或鉴定机构，不能随便公开。你还有脸不接电话？我的腿疼了一下午，记事本也别想拿走。记事本在您那里。当然，那是你给我写的，给了就是沈家的。明早我过去取。你敢来试试？我要拿回的不只是一本记录。谁？林婉宁。你还知道来？我来拿训练记录。那是我的东西。记录是我写的，里面有我的治疗思路、患者反馈和训练数据。每一次翻身时间、关节活动度、疼痛反馈、肌力变化，我都做了标注，那不是普通日记。患者，我是你阿姨，不是患者。现在按材料用途来说，您是康复案例来源之一。林婉宁，你别以为攀上什么省中心就能翻脸不认人。你照顾我7年，整个小区都知道你是沈家的儿媳妇儿。儿媳妇儿，那是权宜之计。小晴怀着孩子出国没人照顾怎么行？阿燕心里有你，你就不能大度一点？护工今天8点到期，续费链接我发给沈烨了，意思是照护责任由家属承担。你照顾我这么久，现在说不管就不管？这3年我替您支付的营养品、器械、临时护工和复查费用一共86420，这还不包括我请假陪诊、夜间翻身和康复训练的时间。跟我算钱？从今天开始算。你不许动！阿叶，林婉恒要害死我，他抢我的东西，还推我。沈阿姨，我没有碰你。林婉宁，你别太过分。我只拿走属于我的材料。如果您后续照护需要复印件，可以让沈燕走正式申请。沈阿姨，您再动手，我会报警。你今天敢走，以后别想再进沈家。好，阿爷，他真不要我们了。不是我不要他们，是我终于不要那个被他们随意使用的自己了。
你满意了？这是你妈抓的，病人就可以抢我的材料，诬陷我推他，还动手。要不要现在放给你看？他离不开那些记录，现在血压升高，护工也走了，你让我怎么办？训费，家属训费，护工就会留下。林婉宁，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冷血？从你结婚还让我等你开始，你让我承担的每件事都建立在我不知道你已婚的前提上。你跟我去医院，他看到你情绪会稳一点。我不去，你们一家人只在需要我的时候才承认我有用。记录本可以复印，走正式申请，写明用途、范围和保密责任。你非要这样？你们教会我的。记录拿到了，这个有用。它不是陪护记录，是可追溯的康复干预过程。授权书伪造链还缺最后一环。打印、提交、授意，我会出材料完整性意见，但鉴定、调日志、封存原件都必须靠医院流程。婉宁，项目办找到授权书原件了，在哪里？沈医生的材料袋里。信息科初查，电子版不是从你电脑打印的，日志指向沈医生办公室那台联网打印机，提交记录也在同一时间段。签名呢？是不是他写的？明天审核会上确认。原件已封存，明天当场拆封。第一场真正的仗到了，不能被项目项带着走。今天要看的是他从哪里来，又被谁放进材料里。今天只查成3件事：第一，方案作者及署名；第二，授权书真实性；第三，许晴是否具备随队资格。第3件事和今天主题无关。许护士怀孕未报备，如果属实就有关。我只是早期，不影响工作。影响不影响，不由个人口头判断。岗位风险评估表上没有你的孕期申报。授权书电子版创建于2个月前，文件路径和打印日志都指向沈医生办公室电脑，纸质原件归档编号也和沈医生材料袋里其他员外材料连续。目前只能证明来源路径和打印记录，签名真伪需要笔迹鉴定。那你改署名的时候，也不知道？署名是我安排的。沈医生，你知不知道这已经不是普通材料瑕疵？我愿意承担。许晴，关于怀孕未报备、健康道理表是谁汇总核验的？我。沈医生，在调查结束前，你的领队职务暂停，许晴随队资格也暂缓。项目归档的材料由项目办统一保管，任何个人不得再私自接触。不能暂停，人员名单今晚就要重新归档了。我只是想去帮忙。想帮忙，不等于可以绕过规则。我还有一份，这是更早的补充授权。婉宁姐，这份你总不能也说不知道吧？沈医生，解释一下。授权书是我整理的，当时婉宁确实口头同意方案支持医疗队，她忙，我就带她整理了书面材料。签名呢？是我代签的，但我没有恶意。医疗队审核时间紧，方案又确实适合驻地病人。婉宁和我是多年恋人，我以为她不会介意。请把代签写入会议纪要。纸质原件建议现场封存。调查结束前，沈医生和许晴都不应再接触项目归档材料。阿燕，你为什么不早说？我真的以为婉宁姐同意了。如果我知道，我绝不会用这份材料。同时封存这套补充材料，核查第一页说明的打印来源和提交人。如果医院内部无法处理，我会报警。林婉宁，那是我妈。所以你更该查清楚。如果这套材料成立，说明我明知你已婚，还以沈燕家属身份配合许晴使用我的方案；如果不成立，说明有人把限定用途的身份材料夹进了不属于他的授权文件里。沈燕，你选哪一个？今天会议到此，所有争议材料封存。沈医生、许晴在调查结论出来前，不得接触项目归档材料。他就是想逼我儿子娶她。婉宁，你和阿燕迟早是一家人，手续先办着，免得以后麻烦。婉宁，
这份复印件是我给的，但用途不是授权方案，上面写的很清楚，用于办理沈燕家属手续。限定用途的材料不能被夹到另一份文件里，变成新的同意。这句话是原件上就有，还是复印后添加？我写在复印件上的。可家属手续本来就包括员外材料配合。婉宁姐，你既然把身份证交出来，就说明你默认参与项目手续，不能现在才拆分概念。那为什么这份材料会在你手里？应该是我妈给的，她可能分不清材料。这段不涉及病情，只涉及材料归属。记事本也别想拿走，那是给我做的，当然是沈家的东西。你想拿去害阿燕，门儿都没有。他分得很清。这套补充材料是谁交给你的？阿姨给我的。她说婉宁姐以前都同意。什么时候？昨天晚上。我要求登记身份证复印件泄露和用途扁变，同时封存这套补充材料，核查第一页说明的打印来源和提交人。如果医院内部无法处理，我会报警。林婉宁，那是我妈。所以你更该查清楚。如果这套材料成立，说明我明知你已婚，还以沈燕家属身份配合许晴使用我的方案；如果不成立，说明有人把限定用途的身份材料夹进了不属于他的授权文件里。沈燕，你选哪一个？今天会议到此，所有争议材料封存。沈医生许晴在调查结论出来前，不得接触项目归档材料。他就是想逼我儿子娶她。婉宁，舆情这块医院会处理，你先别回应。医院准备怎么处理？先降热度。我懂了，医院要的是安静，不是清白。视频不是我发的，我知道，你妈发的。她气糊涂了。你们家的人每次伤害我都有理由。许晴怀孕了，你妈病了，你要员外，医疗队有大局。那我呢？你发了什么？账。林婉宁，我妈年纪大了，你把这些发出去，让她怎么做人？她发视频的时候，有想过我怎么做人吗？林医生，我们收到材料，转账记录和护理记录都能核认吗？完整记录已经交给纪检和律师，你们能公开的只有我发过去的打码摘要。需要核认，联系我的律师，不要向我索要未打码记录。您是否愿意接受采访？不接受露脸采访，但我同意公开材料中可核认的部分。标题不要写逼婚，也不要写情感纠纷，就到照护账目争议。别碰！婉宁，我们私下谈，只要你停下，我可以让我妈道歉。她会吗？你非要逼死我是不是？沈阿姨，护工续飞了吗？没续的话，今晚8点后机构会自动停止服务。林老师，楼下有位沈医生找您。需要我回避吗？不用。我想和婉宁单独谈。这里是项目办公室，涉及争议项目的谈话，建议有第三人在场。你说吧。离婚协议，我会和许平离婚，孩子的事我会承担，但不会影响我们。所以呢？你撤诉。我还没起诉，
你想说的是让我撤回申诉，不报警，不再申请鉴定，也别继续追项目组。授权书的事我来承担，署名也还给你。许萍怀孕，她经不起调查。我妈那边她已经被网友骂得不敢出门。婉宁，到此为止吧。你和许萍离不离婚和我无关。怎么会无关？你不是一直介意她的身份吗？我介意的是你骗我，不是他占了妻子位置我才受伤，是你一边领证，一边让我等你回来娶我。是你一边说救人，一边偷我的成果；是你一边说爱我，一边把你妈、你妻子、你的孩子、你的前程都压到我身上。那你想我怎么样？第一，配合调查，说明授权书全流程经过；第二，提交随队申报真实审核流程；第三，沈母公开更正不实内容；第四，照护费用按票结清；第五，停止私下联系，走正式邮箱。你真要跟我算到这个地步？是。林婉宁，我们7年就剩这些？是我7年，不是我们。如果我都做了，你会不会重新考虑？不考虑。婉宁，你已经不是这样。他会反扑。我知道。截图留存。保存截图，还有缴费尾号，交给护理部核查。婉宁姐，你能不能放过我？我知道不该用你的方案，可孩子真的不能没有爸爸。孩子不会因为调查没有爸爸，但他可能会因为你们撒谎，有一个被处分的爸爸。这个后果不是我给他的。你怎么能这么说？因为事实就是这样。你以为阿叶真会放弃我吗？他只是现在愧疚，等孩子出生，他还是会回到我们身边。祝你们所喜。林医生，我们需要确认你是否知道许晴怀孕后仍支持她随队。怀孕本身不一定取消资格，问题是必须如实申报，重新做岗位风险评估和应急预案。尤其这次驻地条件特殊，撤离预案也要重新评估。我不知道她怀孕。是否授权使用你的方案作为护理组加分材料？没有。是否曾向沈医生或沈母表达过同意把个人身份材料用于许晴相关手续？没有。感谢配合，林医生，你的方案确实写得很好，可惜被卷成这样。不可惜，现在查清楚还来得及。请问是林婉宁吗？沈女士说你是她儿媳，也是主要照护人。不是，请联系她的近亲属和赡养事务人沈燕。林女士，沈阿姨情绪比较激动，她说一直是你照顾她。沈医生原本这2天要随队出发，现在又联系不上。她儿子电话打了吗？打了，没人接。可老人现在拒绝吃药。拒绝吃药，请拨打急救或联系社区医生。我不是家属，没有法律授权，也不承担照护责任。如果沈女士有急症，请按急救流程处理，不要再把我登记为联系人。不是心软，是习惯在挣扎。沈家的事，他们把我报成主要照护人。改掉。怎么改？书面告知社区、医院和护工机构，说明你非亲属、非受托照护人，之前只是临时帮忙，建议终止。别只打电话，电话会被说成情绪化，书面才会进档案。
林婉宁，你到底想干什么？纠正照护关系。我妈被社区送急诊了，医生会处理。你明知道她离不开你，他离不开的是照护，不是我。那你就不能先照顾她几天，等我把事情处理完？不能。你变得我都不认识了。那就重新认识。从今天起，沈母所有照护安排由你负责，护工费、机构费、复诊费都由你支付。1个月这么多？这是基础照护，只包括住家护工、3餐协助、基础翻身和用药提醒。如果加夜间陪护、复诊接送和康复训练，更贵。阿燕，你快回来！我不要外人照顾，我要婉宁。这些你以前都付过。这个是什么？防褥疮气垫床。那段时间他晚上翻身疼，普通床垫压得皮肤发红。你没跟我说。说过，你回我辛苦了，后面还跟了一个拥抱表情。这些钱我还你。不只是钱，我要你母亲更正视频，说明我不是逼婚，不是小三，也不是法定照护人。她现在在医院，情绪不稳定。那就等她稳定后，但更正要有期限。林婉宁，你一定要她一个病人公开道歉。你到现在还觉得道歉是我在欺负她？我不是这个意思。你就是。材料完整性意见初感，你的作者链条没问题，授权争议需要等鉴定，但目前足够支持省中心暂保你的进修资格。你还是要正式进省中心项目组。不然呢？他或许真的以为只要他说会离婚，我就该回去照顾他妈，等他处理许凤，继续懂事。可我的位置已经空了，不会再留给他。医疗队延期了，你满意了吗？沈燕，别把你的后果叫我的满意。我只是舍不得这个儿媳妇儿，她照顾我7年，怎么能说走就走？婉宁啊，阿姨错了，你回来看看我吧。7年里，你给我擦身、喂药、做康复，早就是我心里的儿媳妇儿。我就是老人糊涂，一时说错话。把骂换成哭，本质没变。下午来一趟病房，医院安排沟通会，主要是消除误会。有会议记录吗？会安排人记录。那我过去。婉宁，你终于来了。我来听更正说明。他已经在视频里道歉了。他道歉的是舍不得我，不是造谣我。你怎么这么狠心？我都这样了，你还跟我抠字眼？名声就是靠字眼毁掉的。第一，说明我不是沈燕婚姻中的第三者，说明我不是沈母法定或手托照护人。第三，说明之前视频中逼婚为不实表述。第四，说明我的身份证复印件仅用于当时陪护登记或临时联系人登记，不得用于任何授权、申报或签署文件。婉宁姐，阿姨刚稳定，你这样会刺激她。那你可以替她解释，为什么我的身份证复印件在你手里？今天先不谈这个。那谈什么？谈我妈后续照护。这家康复养老院你以前了解过，你帮我看看哪种方案合适。咨询费1小时500，这是省中心外部咨询的最低标准。你还跟自己人要钱？我不是自己人，您的自己人在这里。她怀着孩子怎么照顾我？所以请护工，护工解决不了的转康复养老机构。那钱谁出？家属出。我头晕，血压还可以，只是情绪波动，休息就好。明天中午前如果没有正式更正，我会走法律程序，律师函会直接发到医院和发布视频的平台。婉宁，别逼他。你们什么时候能换一句？别逼他，别刺激他，别为难他。你们每个人都不能被逼，只有我可以。我不是这个意思。林婉宁，你以为你赢了吗？阿叶只是一时愧疚，他现在被你逼得停职，被医院查，被所有人指指点点，他迟早会恨你，那是他的事，你不在乎。我为什么要在乎？你装的真像，你要是真的不在乎，为什么要查到底？因为你们偷了我的东西，不是因为沈燕，也不是因为我想赢你。那如果我把孩子生下来呢？只要孩子在，阿叶就永远不可能和你彻底断干楚。许晴，你到现在还没明白，
我想断干净的，从来不只是沈燕，还有你，还有沈家，还有你们塞给我的所有责任。进修资格暂保，但正式入组前，项目争议必须有阶段结论。我会尽快。身份证复印件和名誉金钱可以同时走，但具体法律判断找律师。我只提示你别错过时间。这是你该做的。这个患者3个月内的功能目标是什么？先恢复床椅转移能力，再评估步骸训练可能。目前上肢肌力3级减，坐姿平衡不稳，家属协助方式也不规范，照护者依从性呢？第一，家属目前只催患者多练，但没有按记录表执行。那方案要把照护者风险写进去，不要默认家属一定配合。不要默认家属一定配合。你的材料我看了，专业能力没问题，但林医生，项目不是避难所，你要进来就要把私事处理到不影响项目。我知道，我会。明天有个术后神经损伤患者，你先做评估，做得好，进修名额我替你压住。林女士，您提供的名誉侵权材料可以立案前函告，身份证复印件用途变更要看对方是否实际用于授权文件。已经用了，那就保留原件、封存记录和会议纪要，后续所有公开材料继续打码，别让对方反咬你泄露隐私。好，这一次不再只是我的委屈。记得你忙起来不吃晚饭。沈燕，你现在做这些没有意义。我只是想照顾你。照顾我？你知道我现在胃不好吗？你知道我这几年腰伤有没有复发吗？你知道我不吃香菜吗？你不知道，你只是记得一个楼统的我，会等你，会照顾你妈，会替你收拾烂摊子。至于我真正怎么生活，你从来没有看过。此前关于林婉宁逼婚的说法不准确，林婉宁并非沈燕婚姻中的第三者，林婉宁不是我的法定照护人。继续。身份证复印件原用于陪护登记和临时联系人登记，不应转作其他授权用途。验这些有什么用？我手都抬不起来。医生，你劝劝他。今天不练抬手，先练自己拿水。目标不是一下子恢复，是先让你能完成一个动作。等他自己把手收回来。方案明天交。恭喜，第2阶段算过了。只是阶段性。但阶段性也算。沈家的茶几。第3阶段来了。匿名举报会影响出评吗？会，但不是坏事。只要你能证明数据合规，反而能把前面的争议彻底切开。署名是署名，数据是数据，你必须让评审看到你没有把私人委屈栽进项目。林医生，我要你在48小时内提交完整说明，能做到吗？能。做不到，出评撤下。家庭照护记录仅做案例观察，不进入临床统计。他不知道。那就让他学会知道。婉宁，我妈真的只是怕你不回头，所以她举报我的项目。她不知道会影响这么大。沈燕，你们每次拿走我的东西，都说不知道影响这么大。删。全部从统计样本里删，只保留为非统计案例背景。你要舍得，否则对方只要抓住一页授权争议，整套方案都会被拖进私人纠纷。永远都没有结局。舍得？舍不得也得舍。这版能打，不是最好看的版本，但最不怕问。
院内治疗数据、房醒数据已经匿名化处理，观察性材料只作为案例背景，不进入统计。该部分为个人照护经历形成的非统计案例背景存在争议，已从推广项目核心数据中剔除。剔除后，方案有效性支撑会变弱。会。初评专家可能会质疑样本量，你接受？接受。比起好看的数据，我更需要一份站得住的方案。我可以帮你证明，我妈的康复记录确实是你长期做的，她恢复情况也能证明方案有效。只要我出具说明，初评不会受影响。我已经删掉了神母所有数据，不进入统计。那你的方案支撑会变弱，你宁愿削弱项目，也不用我帮你。不是不用你，是不用有争议的数据，也不用你替我证明。婉宁，我妈不是故意的。你看，你又在替她解释。初评暂时保留，但有个问题，匿名举报者对你的材料很熟，后面还会有。先别删附件，也别打开修改，让信息科按原始状态取证。压缩包里几张照片原始路径没清干净，打包时间是昨天下午6点。创建设备名义栏显示 SY Office。死记，证据都在这儿了。婉婉，你确定要这样吗？我已经决定好了。匿名邮件不是我发的，附件从你办公室打包。我知道。下午我让许晴去我办公室拿病历复印件，我妈也跟去了。她说医院那边要补材料，我当时在处理门诊，没多想。门禁卡之前一直放在许晴那里。谁拿了你的电脑？你准备怎么说明？我会查。查？是为了查清责任，还是为了找一个能让你继续保住所有人的说法？查完呢？仿佛看到了过去7年那个永远把选择留给他承担的人。沈燕，你不是不会承担，你只是习惯让我替你承担。婉宁，我真的不知道会走到这一步。我知道，因为每一步你都觉得还可以挽回。代签可以解释，改署名可以补，许平怀孕可以瞒，神母造谣可以说老人糊涂，匿名举报可以说不是你本人发的。可后果不会因为你觉得能挽回就消失。你接吧。如果我证明是许清做的，你会不会觉得你也是受害者？不会，因为门是你开的。许清能碰到我的方案是你开的门，神母能拿到我的身份证是你默认的门，所有人都能越过我的边界是你亲手把钥匙分出去的。现在屋子被掀翻了，资料散了一地，你不能说自己只是站在门口。沈医生终于拎清了。罗先生今天的评估还没写完。林医生，这个针有用？有用。你别骗我。我不骗患者。那家属呢？也不该骗。那你比我儿子强。监控只能证明接触过材料，信息科比对过，匿名附件照片的原数据和沈燕电脑留存版本一致，不是随手转发，是筛过、打包过。你满意了吗？我只是想自保，如果你的项目上去了，我就什么都没了。护士资格、随队阁额、孩子爸爸，全都会被你抢走。那里面哪一样是我给你的？不是我给你的，你也不该从我这里抢。护士资格不是我发的，孩子爸爸也不是我分配的。你装什么清高？你要是真不在乎沈燕，为什么一直咬着不放？因为你违规，甚至可能违法。违法？你们这些人就喜欢拿流程压人。可没有阿燕，你的方案能被看见吗？这是你想的，还是沈燕告诉你的？许晴，够了。我不够。你现在怪我？当初不是你说婉宁心软不会计较这些吗？不是你说她会留在国内照顾阿姨吗？不是你说等援外结束再处理吗？许晴，请你回谈话室继续说明。你别忘了，我肚子里是你的孩子。婉宁，别解释，我听见了，纪检也听见了。许晴原话，她不会计较。沈燕，你确认当时在场并听见这句话？这一次没有人能替你签。恭喜，只是初审，也是初审，
别只会处理危机，也要承认自己往前走，这也是合规的一部分。人不能一直靠应激工作。现在邮件还在，名字还在，我也还在。迟到的明白，像过期的药，包装还在，药效没了。我自己喝到了。你自己喝到了。10天后项目出评答辩，你只有15分钟，讲清楚方案，也讲清楚边界。明白。照顾费用第一笔，剩下的我会慢慢还。按清单转账就行，以后不要送现金，也不要私下赌我。方案早期形成过程中曾包含家庭照护观察内容，因授权边界存在争议，相关数据已全部剔除，仅保留为非统计背景。剔除后样本量下降，结论强度降低，所以我将显著改善，调整为具备功能维持趋势，并增加后续样本补充计划。但我认为，一个能推广到基层的方案，首先要经得起合规审查。样本少，后续怎么保证结论有效？分阶段补充，先做趋势验证，再做扩大样本，每一步都保留原始记录和剔除标准。家庭执行率低，照护者不配合，基层又没有康复师，怎么办？照护者培训拆成基础版和加强版，没有康复师时，由基层护士先做风险筛查，复杂病例再转诊。还行。周顾问，你夸人一直这么少。很好。准备下一轮，别高兴太早。好。通过了吗？通过了。我就知道你可以。你不知道，你要是知道，就不会拿我的方案去给别人铺路。对不起。收到。顺路。顺。拿着。公用伞，明天带回项目办就行。物品登记表上有编号。谢谢。出评过了，后面会有人来抢项目。抢？署名、合作单位、推广主导权。你现在有成果，但根基还不稳，别只盯着沈家。沈家是旧账，项目是新战场。明白。以前他很少做这些，偶尔一次我会记很久，现在只觉得麻烦。他们都把边界当惩罚，好像我拒绝就是报复。可边界不是惩罚，是我重新活下的关心也是的门槛。接收并。按规定，他们确实可以申请。我可以拒绝吗？可以，但要有合理理由。代签、改署名、纪检调查、数据举报，每一条都够。可原医院是最早实践地之一，他们一进来，沈燕就能以合作方身份继续出现。我要求回避沈燕个人参与，写书面意见。林婉宁，你真以为周成帮你是因为公事吗？开始攻击协助者了。你不生气？生气没用，处理。这件事如果处理不好，我也会被问责，所以更要按流程来。林婉宁刚和沈医生分手，就搭上省中心项目顾问，难怪进修名额保住了。周成一直帮他说话吧？从小三到逼婚，到靠男人保项目，他们总能把我从林医生拽回某个男人身边。别看了。抱歉，连累你。不是你连累我，是他们选择攻击流程。陈主任，请你们过去一趟。我不管私人关系，只看项目合规。周成，你是否在林婉宁项目争议中超出顾问权限？没有。所有意见是否留记？是否存在私下利益交换？有，没有？林婉宁，你是否接受过周成个人资源帮助？雨伞、搭车这种算吗？没有，搭车一次因下雨，雨伞次日已归还项目办，以后避免。是。谣言不处理会烂，过度处理也会烂。你们各自写一份回避和留痕说明，以后非必要不单独同车，不私下转材料，所有意见走项目邮箱。
匿名邮件不是我，那是谁？许晴，我看见他手机里有截图。证据，那请你提交给纪检，不要发给我，也不要自己导出。她怀着孕。沈燕，你可以继续保护她，但别再告诉我你是被牵连的。我不是保护她，我只是不想事情更难看，可事情早就难看了。更麻烦的来了。匿名截图还能内部核实，正式举报已经进了全国推广项目秘书处。现在不只是省中心的事儿，所有单独接触记录有吗？有，项目办公室、医院走廊、公开区域均有邮件或工作记录对应。有一次下雨搭车，我已写入说明。这件事会被问到，我接受核查。连雨伞也在项目办物品登记里。周成，你这个人真烦。合规需要烦。我与周成无私人利益关系，所有项目沟通均围绕方案合规、数据来源、评审材料。本人未接受任何影响项目判断的私人资源、财物或承诺。本人接受全过程核查，我拒绝以任何亲密关系作为项目能力的解释。许婷情绪崩溃，承认举报是她发的，但她说是因为害怕失去孩子的保障。保障？原来我拿回自己的东西，在他们眼里还是抢走他们的保障。提交线索，别私自取证。我会。许静先行停岗，暂停排班，配合后续调查。初评通过，暂缓公示。10分钟后补充说明会。走吧。周成是否参与初评分数讨论？没有，对应材料编号 A-17。林婉宁是否在初评前获取评审倾向？没有，顾问日志、会议记忆均可对应。顾问日志是否可被篡改？系统自动留级，不可个人修改。下雨搭车是否违反回避要求？不是心虚，是厌烦。厌烦自己每往前一步，都要先证明不是靠谁。未形成利益交换，但已要求后续避免。补充许晴举报来源说明。许晴与林婉宁是否存在项目利益冲突？存在。许庆曾使用林婉宁方案，申报护理组加分，后被取消资格。沈燕呢？存在。沈燕代签授权书，且处于纪检调查。材料收到，初评公示暂缓决定，待复核。谢谢。还没结束。阿叶，你真的要把我交出去吗？我肚子里还有你的孩子，我做这些都是因为怕失去你。是他逼我的，如果不是他咬着不放，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许晴，没人逼你偷方案，没人逼你用假授权，没人逼你隐瞒怀孕随队，也没人逼你举报我和周成。每一步，你都有不做的选择。够了。你凶我？我会承担孩子的责任，但你做过的事也要承担。那你先解释这个。数据来源不合规。原来在攻击我和周成之前，你们还试过从数据合规上卡掉我的项目。这不是我发的。账号是你的，密码也是你的。许晴，你从哪里拿到的？你办公室。你以为只有你会留后手？别在大厅处理。账号虽然是我的，但初评站页我在医院急诊处理我母亲情况，没有登录过系统。有证明吗？
有急诊记录，账号密码谁知道？我知道，阿姨也知道，林婉宁以前不也知道？她很多密码吗？我不知道她项目账号密码。林医生当晚在省中心提交数据说明，有门禁和系统记录，并且他没有沈医生项目账号的登录权限。你作为账号持有人，需要承担管理责任，即使最终确认不是本人操作，也不等于没有责任。婉宁，我真的没发那封举报。我信。但账号是你的，你把许晴带进项目，把沈母带进材料，把我的身份证和方案都放进你们家的关系里。现在他们用你的账号反咬，你觉得委屈，可这就是你自己纵容出来的后果。因账号管理和项目材料争议，沈燕停职范围扩大，员外资格正式暂停。做错事会有后果，救人也不能变成越界的通行证。林医生，我昨天脾气不好，对不起。我以前总觉得他不配合，是他不想好。你昨天说家属不能只催，也要学，我学。不是所有照护关系都会变成索取。别飘，下一轮更难。是。我以前一直以为救人可以抵掉很多错。这句话不该说给我听，该说给被占用署名的项目，说给被隐瞒风险的医疗队，也说给那个还没出生就被父母当成筹码的孩子。基层试点方案3天内给我，还有别用胜利者的情绪写方案。好。这一次，我的明天终于不再跟沈燕的出发绑在一起。聊聊，我们没有私下聊的必要。你怕我录音？是。如果你有话，可以去项目办会议室说，有监控，有记录。护理部可能会吊销我的资格，可我怀着孩子。面子要给值得的人，那是调查结果，孩子不是免贼书。我知道你恨我，我没那么多时间恨你。许晴，你原本有工作，也可以按流程申报孕期风险，申请调整岗位，是你自己把它压到不属于你的方案上。如果不是沈燕说你会让，我不会走到这一步。所以你去找沈燕。他现在也不要我了。你真的不会回头吗？不会。如果他和我离婚呢？也不会。如果孩子归我，他一个人呢？更不会。为什么？因为我不是你们故事里的奖励。护理部处理结果出来了，项目办同步备案。他没能出发，就已经被退回来了，理由也终于写清楚了。许婷说想见你。不见。
我也想见你。不必。本批援外医疗队今日启程，将按计划前往目的地开展医疗协作。在意？有一点。上一世这一天像一根钉子，沈燕出发，我留下，所有人都觉得最合理。现在那条路断在这里了。这页数据要改。基层照护者培训时间，你写的太理想。哪里？方案不能靠相信人性，更不能靠某一个人一直忍，要靠流程兜底。沈燕被安排到普通门诊轮转，沈医生以前多风光，现在天天做门诊。收到。门诊不是惩罚，也在救人，只是他终于不能再拿重药压别人退让。我妈同意去康复养老机构了，挺好。房子可能要卖，那是你们的事。你以前最关心这些。以前我以为那也是我的家。婉宁，我现在才知道，你在那个家里什么都没有。不是现在才知道，是现在才影响到你。沈燕，别再来等我。我不等你，就真的什么都没了。那就去处理你该处理的事，别把失去我当成你唯一的惩罚。婉宁，阿姨想把你留下的东西还给你。不用了。有一本旧笔记，深绿色封皮，角上贴过姓名贴。我会去。时间、地点、交接物品，我短信确认。社区工作人员在场。你瘦了。东西呢？以前是我不好，这些我带走，其余不要。护腰你也拿着吧，你以前总说腰疼。那是因为我每天替您翻身，夜里2小时一次。林婉宁，物品交接签字确认。阿言这几天很不好，他是真的知道错了。那是好事，知道错才会学着承担，不是用来换我回去。这房子急卖吗？业主母亲要去机构，儿子工作也调整，急。康复不是替患者活，是让患者尽可能拿回自己的生活。原来很多年前我就写过答案。照护者不可替代患者完成全部生活任务，家庭成员不可将照护义务转嫁给非家属关系人。长期照护需建立费用、责任、风险3项确认，非家属照护者应有明确委托、期限和退出机制。这节很好，基层最缺的不是训练动作，是边界。很多照护最后变成家庭里某一个人的无偿牺牲。我知道。准备试点培训，你来讲这一节，不要讲成控诉，讲成方法。翻身、转移、关节活动要标准化，谁负责、谁付费、谁签字。照护可以有爱，但不能没有边界。林医生，如果家里人都说就让我照顾老人呢？那要开家庭会议，把时间和费用写下来，谁白天陪诊，谁夜里翻身，谁出护工费，都写清楚。他们不会同意。不同意就请第三方照护。钱呢？家属共同承担。可他们会说我不孝。照护可以出于爱，但不能靠道德绑架维持。这节会有争议，我知道，但值得。周顾问今天夸人进步了，因为确实值得。
评结果公示无异议，项目进入基层试点阶段。干活。我看了你的培训视频，你说的很好。以前我总觉得你做的都是生活里的小事，现在才知道，小事也会压垮一个人。不是为了沈燕，只是希望他以后别再把任何人的牺牲看成理所当然。驻地附近发生小规模冲突，医疗点已临时转移，全员安全撤离。妻儿都在身边，没什么可怕。像一场旧梦，被人换了结局。重新染色的这条建筑没有成架界不插界。你看到新闻了吗？看到了。如果没有这些事，我今天应该在那里。我以前总觉得那里才是我该去的地方。现在呢？现在我在门诊给一个老人换药，他儿子嫌排队久，在走廊骂护士。我以前会觉得这种事很烦，今天忽然想起，你以前可能每天都在处理这些，不是在新闻里，也没有掌声。你连安慰都不愿意给我了。你不需要我安慰。那我需要什么？需要继续上门诊，继续付护工费，继续接受调查，也需要学会不要把自己没能去过的地方怪到别人身上。沈燕，愧疚不能替代责任。我知道。我还能出去晒太阳吗？能，但不是今天。今天先把转移稳定下来，明天是半小时。林医生真扫兴。基层试点第一批反馈很好，准备全国答辩。照护者依从性，补失败替代路径。全国答辩。不是为了展示，只是带着从前那个认真学康复的自己一起去。那次离开南城，我只是想逃离沈燕。现在，我是真的去往自己的工作。基层推广成本怎么压？患者依从性不足时，谁来补位？照护者边界写得很清楚，但落到基层会不会反而降低效果？林医生，你剔除大量家庭照护数据后，为什么仍然认为方案有推广价值？如果一个方案必须依赖某个家属长期无偿牺牲才能维持效果，那它不适合推广。我的方案要证明的不是某个人可以撑多久，而是当每个人只承担自己该承担的部分时，这才是基层可复制的价值。回来继续干活。恭喜。谢谢。院内处分结果下来了，员外资格取消，调离项目审核岗位回普通临床。我申请去西北基层轮转了，不是员外，也不是普通医生，考察期也会按医院规定走。如果能批下来，我想从头学。他的人生终于开始不再围着我的原谅打断，这很好，祝顺利。项目通过不是结局，明天还有修订会，这一次每一件都是我的。听说沈燕主动申请去西北了，是想重新开始吧？也可能是原医院待不下去了。有人说他终于知道赎罪了。一个人开始承担责任，不需要我盖章。孩子、婚姻都不在医院处理范围内，也不再和我有关。婉宁，阿姨到机构了，这里护工挺好的，就是饭菜淡。以前让你受委屈了。这不是原谅的问题，有些关系停在这里就可以。周顾问，你是不是对"通过"2个字有什么误解？通过不等于好用。
基层手册不是给专家看的，是给忙到没时间读长句的人看的。你说的对。你之后有什么打算？建立一支基层康复培训组，最好做成标准课程，不是只做一个项目，而是让基层知道遇到长期卧床患者时，第一步该怎么做。可以。周成，你平时是不是不会聊天？可能。没有补偿，没有对不起，这样就够了。需要回避吗？需要。许婷快生了，他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祝福、安慰，还是见证？这是你的家庭事务，请照顾好孩子。我会。摘要里不含评分，也不含初审意见，你已经回避，具体意见由另一位老师出。工作不会因为申请人是沈燕就自动变脏，也不会因为我受过伤就拒绝所有现实。边界不是逃避，是知道哪些该我处理，哪些不该。听说许琛生了，孩子早产但平安，沈燕请假回去处理了。她的护士资格复核也因为产后顺延。李医生，我儿子说没空，那我是不是就不能练了？您先练自己能做的，家属没空，我们就设计不用他实时在场的方案，比如把动作拆短，把记录表贴在床头，把复诊提醒交给社区医生同步。那好，我不给他添堵。不是您添堵，是每个人都要学会把自己的部分拿起来。沈母、沈燕、许晴，还有从前的我，好在我已经开始拿回自己的部分，并且把它交给别人。忙起来后，沈燕只像一段病历，有病因、过程、复盘，却不再需要按住伤口。流程慢一点没坏处。家属责任确认表很有用，以前只教动作，回去互相推，现在先签谁负责、谁付钱、谁记录，执行率反而高了。尤其夜间翻身和奋诊陪同，写下来以后，大家不好装不知道。试点扩容身体。还好吗？还好。别高兴太早，明天交复盘。你可以喝饮料。明天还要早起。那就温水。一碗少辣牛肉面。要香菜吗？不要。原来我已经能自然说出不要，不解释，也不怕别人失望。小小的不要，比狠话更像自由。执行率不高，家属记录表常漏填，但患者再入院率下降了一点，对那边条件来说已经不容易。基层进步不是漂亮曲线，能少摔跤、少感染、少返院就是进步。沈医生配合度不错，没有提额外要求，也没有私下联系林变好了。按流程审批，授权1年。他终于只是沈医生，不是阿燕，不是我等了7年的人。转移患者前，先保护自己的腰背。照护不是只靠忍，也要有方法。没有拥抱，没有寒暄，只是隔着一整段走廊的距离。需要换机构培训吗？不用，我又不是去看他。很久以前，我也需要有人告诉我这句话。现在我来告诉别人，也算没有白疼一场。明天应该是个晴天。
林婉宁这个项目做得还行。陈主任说还行，那就是很行了。下个月基层反馈系统升级，我会带组继续跟，别光会说，继续干活。少辣，不要香菜，对吧？今天你选，面馆还能选出花来。可以选加不加蛋。工作，观察点续期。需要你处理吗？那先吃面。西北基层观察点，基层观察点医生参与日常指导。你自己来就好。我自己来。来日不是等来的，也不是谁迟到后补给我的，是自己走出来的。这一次，我不等他回来，也不等任何人替我证明值得。是我先回到了自己身边。